撒母耳记上28章，这里边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交鬼的一件事情。刚才您说在国内有交鬼的事情，就把那个家人已经死了的给招上来是吧？对，就是您问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？可以说，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因为交鬼的事情呢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上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。这个扫罗在打仗之前心里边不安，他不知道这个结果呢，所以他就想明白，想寻求神的旨意，但是呢，神已经不理他了，因为神已经弃绝他了嘛，所以就不再跟他有任何的这个互动。那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这个扫罗就心里边就慌了嘛。这时候我们看这个第3节说，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撒母耳的家乡，就是他在本城里。然后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，这个事情他做的是对的，就是神严令禁止以色列百姓不可以交鬼，这是死罪的。他这个做的是对的，但是呢，现在他自己犯这个法了，犯这个罪了。第4节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，准备打仗。你看，扫罗看见非利士军旅就惧怕，心里发颤，他害怕了，因为呢，他这时候没有信心，他恐惧，看到非利士军队强大，他心里边没有底了。所以呢，接着说，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，神不再理他了。这时候呢，他就自己想办法了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：“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”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扫罗为了得到这个他想知道的信息呢，所以呢，他就想把撒母耳通过交鬼的人把他招上来问撒母耳。接着第8节说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2个人，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：“求你用交鬼的法术，将我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”他这时候呢，没有说招上来谁，只是让他先行法术。这个妇人呢，对他说：“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，使我死呢？”你看这个妇人，她还是挺害怕的，是吧？她说：“这个，如果扫罗知道呢，我就犯了死罪了，你让我害死我了，是吧？”接着扫罗向那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”他指着耶和华起誓起这个誓，他去交鬼，这也是对神的亵渎，是吧？神明令禁止不可以交鬼，他现在呢自己去交鬼，而且呢指着耶和华起誓，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，是吧？接着呢，妇人就既然你说了，是吧？我没有问题，那我就问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他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，没有说这个过程怎么招。总之呢，这个结果12节，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：“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”然后呢，这时候这个妇人才认出来，这个让他交鬼的人是扫罗。看见撒母耳以后，他就忽然大叫，这个是一个很反常的，是吧？一般的来说呢，交鬼的人按照他的这种法术，把所要这个交的人招上来以后，他不会这样害怕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害怕呢？因为这个是很特殊的。接着呢，扫罗对妇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妇人对扫罗说：“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”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让这个妇人大声呼叫、惧怕的一个原因。就是说，招上来这个萨姆尔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是他没有想到的。也就是说，普通的招上来的是一个鬼魂，是不是？就只是招魂嘛，交鬼嘛，是个鬼嘛，鬼就是一个魂嘛。所以呢，对这个萨姆尔的身份，有的人说呢，这个不是真正萨姆尔，是一个假的，是一个邪灵假扮的萨姆尔。那如果是邪灵假扮萨姆尔，那就和后边的就很多的地方就说不通了。
我们先不管这个问题，我们先往下看啊。王对妇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妇人对扫罗说：“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”那这个妇人她如果看到的只是一个灵魂，只是一个鬼魂，她不会说有神。这个神呢，不是普通的这个人的鬼魂的。接着呢，扫罗又问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：“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”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说明什么呢？这个人的形象只有这个交鬼的妇人看见了，扫罗他没有看见。如果他看见，就不用问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交鬼的人他是有从灵界来的能力的。一般的交鬼的人呢，他都有邪灵附体的。一般的普通的人是没有交鬼的能力的。有人说交鬼好像很容易，不是的。交鬼的人他是有邪灵附体，灵与灵才能够有交接。我们这个活着的人，如果你没有鬼附身的话，你没有办法交鬼的。所以扫罗他看不见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妇人他就看见了，他看见的是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，就是撒母耳的形象嘛。然后呢，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，下拜就给撒母耳行礼嘛。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我们看这里边，这个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撒母耳对扫罗说话的时候，是谁说话？大家知道吗？是那个妇人她说话的，她替撒母耳说话。所以说，这个妇人她是鬼附身的，她是原来是有鬼附身才能够交鬼，但是现在呢，是撒母耳的话通过这个妇人说出来。这个撒母耳就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”扫罗回答说：“我甚窘急，就是比较着急呀，我不知道这个将来怎么办这个打仗，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，神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。”说明以前神会借着先知或梦回答扫罗的，现在离弃他了，不再理他了，所以他这时候想这种办法，用交鬼的办法把撒母耳招上来。后边我们看撒母耳说的话，就足以证明这个上来的这个，不管是灵魂还是神，就是撒母耳自己。16节，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耶和华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中夺去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”你看这些都是不是真理？就是神让撒母耳警告过他的话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一个鬼魂，不能讲出这种话的。接着说：“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力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像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。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”这个你和你众子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们，明天他们就都死了。他们死了呢，就是下入阴间了。在那个时代的人呢，包括撒母耳，他也有这个概念，就觉得死的人都在一起，都在阴间。实际上呢，那时候神没有启示给他们，信主的人死以后是去乐园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不知道，包括大卫，所以他们就认为死人都在一起。所以撒母耳就说：“你和你众子明天就和我在一起了。”就告诉他，明天你们就都被杀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接着说嘛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，就是他们要大败，败给非利士人。这个噩耗啊，这个消息让扫罗猛然扑倒，这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是吧？他们要死啊，明天大败。接着呢，挺身在地，就像死了一样。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力气。总之呢，第二天他就战死了，被杀了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呢，重点就是交鬼的问题。那交鬼问题上来，这个就是撒母耳自己，他宣告了神的审判。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撒母耳上来宣告神的旨意的，因为撒母耳活着就是先知嘛，现在还是通过撒母耳用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耶和华对扫罗的审判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撒母耳自己。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达成他的旨意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虽然神禁止人去交鬼，
但是呢，神却可以让人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使撒母耳有机会向扫罗宣告他的审判。所以说这些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，完全不是一个鬼魂所能讲的，是吧？就是撒母耳他自己上来了，自己讲的。而且如果是一个普通的鬼魂上来，这个妇人不会有如此大的反应，这样惊慌失措的大喊，是吧？是超乎他的预期的。他以为上来一个鬼魂，没想到上来一个神，就是撒母耳的上来这个形象完全不是一个鬼魂的形象，而是一个神的形象，一个圣洁的形象，把他吓坏了。就是他交鬼的这个生涯当中，从来没有见过撒母耳这样的人，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意外，是一个惊吓。所以呢，他吓得不得了，跟扫罗那喊，是吧？国内的这种交鬼呀，真的能把死去的亲人招上来呀？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这个交鬼的人是说出来的话是像他的死去的那个家人的，这是可能的。就是鬼附身嘛，就是那个鬼魂附在他的身上，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话，而不是那个鬼魂出来像个人一样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看扫罗他也看不到那个撒母耳的形象，是吧？撒母耳通过这个妇人讲出来的话，不是撒母耳亲自讲的，但是这个妇人看见的，这妇人是交鬼嘛，他看见的，让神就通过撒母耳用这样一种形式上来，借着这个妇人讲出来神的对扫罗的审判。所以说这个交鬼的事情是真实的，是现在也有的，台湾也有这个交鬼。这是灵界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可怕。有这样的人，也有这样的事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有魔鬼，就有巫鬼。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是吧？主耶稣经常赶鬼的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不需要大惊小怪，也不需要这个觉得可怕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知道有人算卦算得很准的，算卦就是关照，他们算得准呢，也是背后有邪灵的。如果没有邪灵的话，人没有这个能力的，能够看人的未来呀，看人的过去呀，看面相啊，这些都是这个巫鬼给的能力，邪灵给的能力的，人没有的。所以一个人他说他有超能力啊什么，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交鬼的人，就是被鬼附的人。